我们刚才谈就是川普当选之后，这个世界开始在震动。这个在震动的时候，台湾当然也在震央的中心。震央中心的时候，我们就传出来，台湾要花5000亿跟美国的买军务，买什么？买 F-35，买提康德罗加的这个所谓的神盾舰。我们要 E-2D 鹰眼的空中雷达预警机，还有更多的爱国者飞弹。我们真的买得到 F-35吗？宝姐，能不能买到来说，这要川普决定。不过呢，因为川普即将要上台，我们准备要送出大礼。为什么？因为简单，因为川普曾经在选举中间讲过，台湾要交保护费，我要付保护费。对，那保护费要由谁来付？所以这就是我的保护费。政府要付的话，那就是将增加军购嘛，对。那尤其是他就说，这个台湾距离中国那么近，然后这个美国那么远，他说台湾要自己展现我们自己的防卫决心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提出了一个150亿的采购订单美元，然后折合现在币是4800多亿的这个清单。这个清单里面有什么？有 F-35的这个战斗机，然后包括迪冈德罗加的这个神盾舰，还有 E-2D 的这个雷达预警机，还有爱国者飞弹。这里面来说，当然大家最在意的就是 F-35的这个战斗机。那事实上我们也不是第一次哦。这样保洁，我们从大约莫是2000年左右了。其实那时候 F-35还在制造的时候，我们就已经跟美国提出要买这个了。我们已经提很久了，只是美国一直没有人不愿意答应嘛。好，那现在反正川普上台，我们就先给他说我们要不要买？我们要买。不是你在这次的中东战争里面，你就可以看出来说 F-35有多好用。对，我直接如入无人之境。今天你的SAM 300、SAM 400，包括你的红旗9。你 F-35来，对，你怎么来的，怎么去的，怎么打的，你都不会知道。而且，如果台湾真的有 F-35，那中国这些错类弹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很简单，第一次我们在节目上讲到嘛，这 F-35从以色列起飞，一直飞到这个伊朗境内，没有人发现，没人知道。然后这里面来说的话，SAM 300、SAM 400红旗系列，这个目前为止，中国跟俄罗斯主要的防空飞弹，没有人抓到它，连雷达都没有响，连飞机都飞不起来。所以呢，事实上，假设我们 F-35的战斗机的话，你就知道说，中国是面临到多大的威胁。所以呢，事实上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指标嘛。所以如果我们有 F-35的话，它搭配我们现在 F-16V， 对，我们就可以直接敲开中国大门了。当然了 ，F-35进去之后，F-16V 再进去的话，那还得了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呢，事实上这个非常具有意义。为什么？因为第一个，目前为止在第一岛链上面来说了，日本跟韩国已经都有 F-35，都有 F-35。如果台湾有 F-35的话，那中国根本就完全被定在这个第一岛链上面。所以这个假设真的批准的话，那中国绝对是非常跳脚。第二个，迪冈德罗加的神盾舰也是一样啊，这很厉害吗？我们台湾目前为止需要这个，因为为什么？因为目前为止，中国来犯台湾，有可能就是用海上的武力嘛。对。那如果假设有迪冈德罗加的神盾舰的话，第一个，它的飞弹是垂直发射，垂直发射的话，反应速度更快。再，它的雷达系统非常强，它可以侦测到550公里之内，而且它可以同时锁定雷达，可以锁定多个目标。对。等于是我们现在不是有海马式吗？多管火箭吗？我们可以用迪冈德罗加去发动啊。攻击啊，还有我们现在还有这个鱼叉飞弹啊，有了这个之后呢，等于它是一个海面的作战平台，对，一个空中作战平台跟海面作战平台，你要包括 E-2D 的这个预警机，还有更多的爱国者飞弹，所以这几个项目来说，我们当然提出这个要求。可是我认为说川普会不会批准？当然我觉得这要看川普自己怎么去想啊。所以你就知道说台湾这次浩浩荡荡出了这么多的军购，准备要跟这个美国买这些产品，而且你说这个。金融时报的讯息非常有趣，对，这个金融时报的讯息，这个撰文者居然是过去常住在台湾的，对，常住台湾，而且他跟绿营关系非常好，所以显见呢，这个消息呢，我们政府一定有提出相关。那他是说了，我们有跟这个川普的团队，这个前团队沟通过了，但是我认为这个金额应该是还没有送到川普内部去。对，不过你就知道，事实上目前为止这些名单来说，对台湾来说真的都是非常需要。如果真的假设能够拿得到，退而求其次啦。如果没有 F-35，如果有 F-15也非常好嘛，对不对？那如果假设说这个爱国者飞弹没办法拿到的话，更推荐都可以，反正只要拿到更多的，我们不要忘记哦。事实上，在上一任的川普的时候，他是卖给台湾最多、最强杀伤力武器的这个人，对。那如果他这一次再卖的话，那当然中国铁定是会跳脚的嘛。好，所以吴董刚才讲这，现在台湾就透过这个机会，你现在跟我要保护费，我们马上传出来说我们要丢一个4800加5000亿的预算，我要给你买这些东西。你当然讲说川普卖的几率不高，但这个世界是一盘棋，它是一个诡局，这个局虚实都有。因为川普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对付中国大陆了啊。那北京当局现在当然是抓了弹，现在要怎么应对啊，都有各种沙盘推演。对。但对北京而言的话，最有效的一招就是打台湾牌嘛。因为打台湾牌，北京立刻跳起来，对不对？那所以我觉得，那川普我刚刚提了，他现在是以这个
王者姿态来莅临莅临他的这个登上他的总统的这个职务嘛，对，所以他的高姿态的这种态度不会改变的。那这时候来讲的话，大家都去朝拜，都去膜拜他嘛。那台湾当然也是属于加入膜拜的阵营嘛。那这个时候来讲的话，川普何乐不为？你要知道，牵制北京最便宜的筹码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台湾牌啊，美国1毛不要花，对不对？然后台湾还花钱去买军火，现在北京敢跟美国翻脸吗？不敢吗？我可不敢了，60%关税，60%关税下去啊，北京那个产业倒一片呐。现在的目前你要知道，北京现在策略叫什么？你知道吧？策略就是把过剩的产能当武器化嘛，就是 over capacity 要把它武器化，所以要让全世界倾销到全世界，让全世界都依赖中国的产能。对，你看到我们在新冠肺炎期间的口罩一定要查的，全部在大陆。就这个概念啊，那这个概念已经慢慢被各国开始注意到了。然后他现在用新的不同的产品，像最近的塑化产品倾销全世界。对，它是石化厂全球第一大。还有钢铁。对，我们台湾的石化界垮掉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讲的是概念什么意思呢？它的 over capacity 这个东西是它的武器，它要拿来攻击每一个国家的。那川普用60%下去，把你挡住，这个武器就废掉了，不能用了嘛。欧洲现在抓了蛋嘛，欧洲要跟美国买嘛，欧洲也会相对开始出现这种抵制跟平衡的这种，要开始要所谓的 de-risking 嘛，要防风险的概念出来，所以这个对中国大陆的经济会雪上加霜，非常危险的。然后这时候台湾讲，你台湾来绕2下，我跟你们，那搞个 F-35我们不可能买嘛。你要知道，两岸我们从俄乌战争上已经看到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了，乌克兰为什么可以打？乌克兰可以打赢的理由在哪里？你就问普丁，普丁怎么讲的？普丁告诉你，我没有打输给乌克兰啊，我打输给北约跟美国啊，都是美国在天上打的、啊，对，卫星在天上打的，他的 E2啊在飞上打的，所以我是非战之罪，把所有的防空系统、所有的空中预警系统、所有的星链，全部都是美军在操作啊。对，那我问你，我买来之后这些东西谁来操作啊？所以我们现在讲的都是硬体嘛，在台嘛。真正一旦跟中共决战的时候，不是我们打嘛，还是美军在后面跟乌克兰一样嘛。对，我们只是还是一个代理人战争啊。但是这问题，中共的军力太大了，比俄罗斯还要大很多。所以他今天，我觉得这就是符合川普的利益。所以川普要恐吓中共，要恐吓北京当局。如果你不配合，你跟我在反抗的话，我就开始对台湾示好。他最节约成本的第一个动作，他很轻松的接了一通赖清德电话。哦，这个电话一接下来，我北京会不会昏倒？北京一定昏倒嘛。所以他是先给你下马威，这个动作，台湾所有跟华府的动作，跟川普的动作，都是要准备下北京的马威。所以说，川普是个商人，川普非常得意自己非常会交易，而作为一个商人，非常会交易，他有一个擅长。他非常会吹牛，非常懂得恐吓。不，他这个已经不是到了美国总统之后，他还有一个背景，你要忘记，他不是光是会恐吓，他是个非常好的艺人，他是表演家。对，川普是美国历史上有名的表演家，在选举过程当中，你说我垃圾，明天马上开个垃圾车，对不对？他开始乱讲海地人吃宠物吃猫，有没有人听过人吃猫的？他敢讲。所以，川普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表演者。对，那他当每天表演啊，可是相对于问题，他手上握有太大的实力做背景，他会不会跟中共一定会玩到底的嘛？可是他在台湾看到这个机会，见缝插针，制造他美中之间的那个，让美国创造美国去的 bargaining power， 创造美国谈判的筹码。对，这个对台湾当局而言的话，何乐不为？不干白不干，所以你知道这个东西是我们跟美国在唱双簧。当然是我们不见得是我们创，我不知道谁干的啦。反正这个事情是虚的为多，实的为少。但是北京当局痛得要命。好，所以乔老师，这个剧有这么有趣吗？现在这个三方之间尔虞我诈。其实我觉得我看川普，我从来都不是看他的真心情谊，我看的本来就是他做生意的那一面。
第一任就这样，到现在我更是觉得是这样。他只是第一任的时候，其实他当时候的注意力没有放在台湾，他是由旁边一挂，包括 Pompeo 啦，包括我们讲的这 John Bolton 啊这些人比较有台派来去做一个操弄，那来做一个执行代理人。但是这一任，我觉得川普已经开始把那个注意力放在台湾身上。那吴董刚刚讲的也对啦，就是说，其实当你的局是在台湾身上的时候，你台湾有没有那个屁股坐那个椅子？因为过去我们其实说在我们缺乏国际很多。局在台湾身上，局在台湾身上，台湾现在也算是主角。我要演戏，我演不好我就更惨了。对，因为第一任的时候，其实我们被当成是背景资讯、背景的这个角色在当配角。我们演戏的时候不是都有临时演员吗？对，台湾临时演员这一次有可能台湾就会在这个谈判桌上。那谈判桌当然不会有我们的一个位置，但是会有我们的代理人，比如说日本啊，或者说美国有一些参众议员会支持我们的。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，你要怎么样去说服川普？我也认为说危机就是转机，因为其实川普说实在，他把 Pompeo 跟 Nikki Haley 把他排除在这个内阁之外，这个东西的的确确，不管你怎么挺川普，你都很难去替他讲话。但是现在重点是说，我们要去观察说，到底他要的那个逻辑、那个盘是什么？我们都知道，这世界上有很多的东西都有这个水很深，跟那个所谓的这个戏中戏的这个概念，所以你台湾你要看懂那我觉得其实川普这样。川普会打破很多过去不卖给台湾防御性武器，比如说以前乌克兰要买 F-16，他不卖给他嘛，卖了之后现在可以指这个莫斯科嘛，那台湾有没有可能借由这样的一个机会来去买一些过去买不到的？我们 F-16买那么久了，我们一直不能升级，对，他让我们升级了。第二个就是他居然卖我们 F-16V 了，甚至海马斯火箭弹卖给我们了，不但海马斯火箭弹卖给我们，甚至连 M2 那个 M2AD 那个是吧？那个装甲车。他都卖给我们了啊！对，所以你是看到其实是有在进步的，因为其实从817公报开始，其实美国是答应中共要逐步削减给台湾的军售，这个是美国的3报1法，然后6项保证嘛。但是你会发现，川普上来之后，完完全全是推翻过去的建制派 ，even 是拜登都还是循这个轨迹，所以我觉得其实现在我倒不会说川普一定是会帮或害台湾，但我会觉得说你现在要赶快弄清楚那个局里面的逻辑，这个逻辑你没有弄清楚之前，你都是臆测。所以这个东西就妙在哪里？为什么庞贝奥跟海利这两件事情要值得台湾高度关切？因为庞贝奥跟海利两个是非常亲台的，他们对台湾是非常友好的，因此你今天川普不要这两个人，是我不要对台湾这么好。还是我不要你庞贝奥那种国际警察的角色，你要搞清楚，你台湾才知道要怎么玩下去啊！我觉得他不要的是国际警察的角色，然后他要的是你要请保全公司 ，which is 我们美国把你台湾当保全，那保全有那种5星级豪宅的那种什么顶级的那种高级住宅，也有那种很烂的公寓没有电梯的嘛，所以你看你是要住哪一种，你住的贵你就要付的多嘛，所以这种情况之下，刚刚其实前面也有讲，我们也不是付不出这个钱，但是这个交易必须要符合公民交易法，对不对？我们付这个钱，你武器准时交给我，该有的性能、该有的这个保护全部来，其实台湾不是不能做到这样子。好，所以玉凤，当然的，现在其实中国压力非常大，而且他现在有点什么杯弓蛇影。最近宝宝，我们看画面。就很多人半夜骑脚踏车，对，半夜骑脚踏车看起来很阳光啊，很励志啊，很正向啊，就没有。现在这个半夜骑脚踏车的事情，居然把中国给吓坏了。对，有4个女大学生就说半夜要去哪里去吃个汤包，汤包多少钱？18块的汤包，所以呢大家就很热情，就说好我们就去嘛，青春抖擞，说走就走，这个开封夜行轻松拿捏。那4个人去的话，大家觉得很开心很好玩，为什么？因为在经济状况很差嘛，共享单车骑过去，然后吃1笼汤包，8分钟就有1笼汤包，1笼汤包18块钱，大家弄一弄，越来越多了，大家觉得这个这样很有趣，然后弄下去之后呢，地方政府也说不错，我们要医护待命，然后呢欢迎大规模的游客，希望这个开封的汤包可以变成像淄博烧烤一样。可是突然之间有一个人骑着脚踏车的时候，他拿了一个手把，手把上面写了"自由"2个字，自由，对，他就写了一个"自由者无畏"，什么自由1天，然后灿烂1日，他就觉得这样很有趣嘛。然后这画面出来之后呢，砰！突然之间不行了，前面不是说呢，前面还有交警帮你们开道吗？还有医护人员来待命吗？突然之间，交警就围成人墙了，一个一个把他给挡了下来。为什么呢？他们说在这里看到了6·4的影子。6·4当初来讲的话 ，BBC 不是也有到那现场嘛？然后呢，就有一个照片，那个照片有个影片，那个影片就是说他骑的车，就是这影片说去哪里？去游行，去天安门。然后呢，记者问他说为什么？因为这是我们的 duty， 我们的职责。北京就吓到了，突然之间帮他开路的这些交警呢，全停了，然后呢，手串着手变成了人墙，然后大家想说，不是啊，原本不是觉得玩得好好的吗？然后它吸引了非常多的人呢。因为我想嘛，青春抖擞，说走就走，开封夜行，轻松拿捏。我享受我的青春，就像我们以前曾经有夜行过嘛。结果这件事情只因为
有一个人拿着一个白布条，对说自由者无畏，我他的活一天，我就这么灿烂一辈子。对，这个东西下去之后呢，大家就联想到这个 BBC 的画面，这一位这个要去天安门的抗议的这个群众，就弄下去之后呢，大家就吓到了，吓到之后呢，就说突然就停了。那停了之后呢，他是怎么停的呢？因为他的人数已经太多了，一开始几百人、几千人，当到巅峰的时候呢，竟然绵延数十公里，然后呢，人数到达了20万人，20万，所以你要说停，你停不了啊，大家都来了，怎么停？所以他们就开始扣这个共享单车，把所有的共享单车全部扣住，甚至呢，你要是超越一个区域的话，他直接把你刷到，你骑到一半你就不能骑了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可以从中间把你刷到下来，对，然后弄下去之后，不准骑脚踏车，对，就不准骑脚踏车，然后呢，就开始有人。我没有脚踏车，那我就用走路的也可以吧？结果走着走着哦，这些学校就是连个骑脚踏车都管，不行了。然后呢，大专院校就直接封停了，就说你们东西不能再去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已经变成一个政治性的一个活动了，所以你不能去的话，你怎么办呢？你全部要回学校。你回到学校之后呢，他告诉你一件事情说你是可以去申请叫什么临时出门证的。你要有急事，你要出校园，你就来我们的系办，然后申请临时出门证。我因为这件事情，竟然。我现在就申请临时出门证，对，我才可以离开校园。对，但是有很多的学生说，这个只是摆拍，因为呢，你可以申请的是临时进校证，但是呢，你不能出去，不能出门。所以他们就说，现在是又是新冠疫情了嘛，所有的脚踏车全部都被扣住，所有的人就全部回到大专院校里面，把它给封住了。很多人搞不清楚状况，就说。这到底有什么好紧张的？不过就是想要去吃个开封的汤包嘛，怎么会搞成这样？但是那个自由2个字出来之后呢，北京当局就吓到了。